这个 Snowflake 第一次这个录这个屏，感觉我怎么看不到它这个 window 呢？会这挺奇怪。不过 anyway 了，我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在学习 Python 的一些成就，主要是 Python 和这个 ChatGPT 结合起来，哇，干活真是非常出效果。ChatGPT 我把这个叫 prompt 工具条啊，就是怎么给它指令条，放到这块了 A 都表示它的 answer。然后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就是给它指令条，大家应该知道，应该是 act as 6个 W，where when why what，还有什么？我会把这几个重要的点放在 description 里。这几个词条你满足了，让它扮演什么角色？我一般给它 Python 的 prompt，因为有的时候是查代码，有的时候是给我列一个表，像这一个，我就是让它列这么一个 table。这是我最近最喜欢让 GPT 干的一件事，就是列出来2023年就是在 software industry 这块它比较推荐的几个未来发展的方向。然后它是从1到5分给打一个分，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去学这块的专业。可以看到哈，第一个就是1到5分，5分应该是满分，打5分的有 Python 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嘴都飘了。然后6到12个月，Python 呢相对而言是3到6个月。如果大家是哪个行业的，可以给到它命令条，就是在2023年你想走的那个行业的具体的，比如说是能源行业呀，或者是传统的 finance 行业呀，给到它的具体条目，让它帮你分析一下哪个未来的行业会有一些更好的发展。然后还有这个可以看到5分的，还有这个 data science。我学 Python 主要是入口的就是Panda 这个 library，Panda 和还有一个 visualization 的一个 tool 叫 Seaborn。之后我也会 po 给大家，这个 link 是我用 Notion 共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到这个 link 上自己来查找一下相对这个列表的 prompt。还有这个我给它的字幕条是再追加了一个，我说再追加一个，在上面的基础上再追加一个栏目，这几个行业相对的 salary range， 它这个 salary range 都是取的应该是美国当地的一些参考，不过大家可以就是大概参考一下，像这个 cloud computing 啊，是这几个主流的公司，然后 Python 主要是大把的 data science 和 machine learning。接下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还有这个是我想让它继续细化，就是在 Panda 或者是在 Python 里面继续细化哪个语言它比较在短时间内又可以出效果，叫什么科技猛活吧。然后它可以给你归纳出来几个 table， 大家可以用这个 table 的这个词条来给它 feed in， 看会出什么效果。经常列这个 table 我就习惯了，让它主要出这个表。如果看不懂英文的话，直接在所有的这个字幕条以后输入2个 quotation， 把这个框起来，比如说像这一段话，给它用2个引号给引起来，然后最后写 translate 成中文就 OK 了。它这个 recommendation 第一个就是 Panda 这个 library，老手都知道 Panda 应该是调用各种 library 来实现它一些各种Python 可以干全套的科技猛活，所以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就是一些 Panda 里主要使用的最常用的几个command 命令行，而且在你平时练习这个 Panda 这个如果有报错 error 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个 ChatGPT， 你直接 copy 过去，它就会给你解释正确的 code 应该是什么。然后就是非常细节的 narrow down 这个功能会做得非常好。有的时候 Linux 的命令行不知道的时候，也可以过来让它解读一下。我想移动到这一块，或者是我想删除这个 Homebrew 下面哪个插件没有用的插件，问这个 GPT， 它精细化的细节，你如果让它给你编整个网站的一个 code， 它可能有点吃力。但是每个细节的 functionality， 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让你 build 一个我和最终客户 customer 的 API， 就要这一段 code 实现登录、密码、login、忘记密码这几个功能，它做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网站如果有小伙伴喜欢，可以在这上 comment。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短视频喽。Stop, make it stop.